Hello， 想要知道如何改造自己的空间吗？一个空间可以分为基地改造、家具以及 deco 布置。你可以点开我们的影片播放清单，看到所有的改造影片，也可以知道我们改造的小知识哦。另外，也可以到我们下方资讯栏点击到 Lofi Warehouse 里面看一下基底的配色以及家具视频哦。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也能够拥有我们每次改造的采购清单哦。另外，如果你购买完商品、改造完空间，并 po 上 IG， 然后放上我们指定的 hashtag， 我们会在每月呢选出最佳改造者，放上官网，让更多人知道，也会送你神秘的小礼物哦。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并拥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空间与生活。我是珊，这次我们要改造的是3.5平的小房间。从照片就可以看到，这是业主从小到大居住的环境。一开始就设计了大量的系统柜，也日积月累堆放了非常多的物品。那这次他来找我们改造，我觉得心情就像我之前改造自己房间一样。出了社会之后，长大了，觉得自己的生活环境跟心境上都想要有所改变。他希望他的空间除了可以变很美之外呢，也可以让自己断舍离一番，好好审视自己过去到现在的物品。这次的风格会走北欧清新风，那在底子我们会用明亮的白色，然后再加上很多的木质家具去做搭配。另外，他非常喜欢蓝色以及住在海边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布置上面也会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另外，在设计上呢，也会因屋主的需求特别去考量风水。那基本的风水像是床不能压梁啊，还有书桌不能背对门，这些都会考量进去。但是它有3面墙都是有梁的，所以这一块真的是让我蛮困扰，需要好好头痛一下。然后我们也必须在小空间之中设计出足够的收纳空间，也是一大挑战。在家具的选择上，为了让空间看起来是干净不笨重的，所以选择了比较轻巧的家具，像是书桌、床架等。床的部分其实可以放在正中间，或是靠旁边放，而两边的收纳柜也都是可以打开使用的哦，就取决于屋主的使用状况。而在收纳的部分，我们则是在整个空间围住了 M 字形的收纳柜，在床的后面做了一整排的格子柜，而衣柜的部分则是在格子柜的下方做出一个开放式的衣柜，并且搭配窗帘来遮蔽。一方面不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都是柜体，这样的做法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收纳衣服的数量哦。好，现在整个基底都已经完成了。这一间呢，墙壁跟天花板都是用平光白来做打底，那让空间可以看起来很简洁明亮。但有个地方其实油漆漆了不一样的颜色，大家是看不太出来的。其实是在开放式衣柜的下方用了浅灰色，那这样不但会有景深的效果，也可以让白色的衣帽杆子更加有立体感。那地板的部分呢，只是选择了浅橡木色的地板，也是一样让空间看起来很明亮。那天花板的话，这次是用轨道灯加上主灯，轨道灯是用黄色照明，主灯用白光照明，让它可以依照心情有不同光源的切换。那会选择这样子的主灯呢，也是因为它天花板够高，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掉下来的主灯，这样可以让天花板看起来没那么平面哦。那我现在来带大家逛一下所有的家具是怎么选配的。一进门呢，就会有个衣帽挂钩，这是我们非常爱用，在 H&M 买的。那这边呢，就是屋主的书桌兼化妆区，桌子还有层架呢是选择同一系列的款式。虽然它收纳空间看起来很少，但是呢，这张桌子的外形可以让这整个空间风格更加简约跟轻盈。那至于收纳功能的部分呢，我也在旁边安插一些柜子，所以其实要收纳的话，也可以随手放在旁边的柜子就可以咯。另外这张椅子我也很喜欢，它其实是一个意外，就是上次有一个国中生妹妹的房间也是用了这款椅子。那我原本觉得它很中看不中用，但我一坐之后，发现它 CP 值很高诶，它虽然很便宜，但是很好做。接下来我要介绍就是这整个空间非常重要的家具 IVAR， 我们非常爱用的款式，因为它整体呢很简单利落，就像一个方块直接架在墙壁上的感觉。在这整个空间呢，我们把2排的墙壁都壁挂上了 IVAR，
这样子可以让它的收纳空间更加的足够。另外可以看到，我真的是只要有空白的墙面，我就是尽可能善用。所以呢，这个上方我们也架设了 IBR， 让它在这个区块可以放置它非常多的手表跟化妆品。这次一样又买了品质保证的晚安奈特，就真的太爱它了，每一场我都觉得买它就不会错，客人都会喜欢。那床架的部分，其实我是看了林轩自己改造房间的影片，然后觉得天啊，这床架好美哦，很简单利落，所以我这次呢觉得它很适合这个风格，就买下它。它有个很吸引我的优点是下方的空间是适合扫地机器人在床底下扫地的，我觉得很方便。然后所以它床架其实高度是刚刚好，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整体的线条很有日式卧榻的风格。对于它清洁来说，应该是非常好整理。最后到了我这次设计最满意的柜体，那它是整个空间的衣柜。大家还记得 before 的空间吗？衣柜其实是一打开门就看得到的地方。那我觉得在设计一个空间上，如果你喜欢宽敞的话，最好一打开门不要看到很厚重、很大型的家具，你打开门之后的感受才会是宽敞一些的。所以那时候看到了这个凹槽，我就觉得如果在这边做一个衣柜，可以非常淋漓尽致的善用这个空间。其实想了非常久才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上面呢做柜体，它其实是一格一格的。那在系统柜的下方是高度150公分的衣柜，所以呢大衣也很适合放在这边。那如果是怕整个视觉会很乱，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外面架一个帘子就好了，这样整体视觉还是可以看起来很简约。那为什么会说这里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呢？可以拍一下这个位置，在床的后面，它其实就是一个落地式的，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很好清洁，另外一方面呢是它未来如果还想要收纳更多的东西，已经没地方可以摆了，那它可以买那种很多的收纳盒子堆在床的后面。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家具系统柜都是使用白色跟木头色，这是屋主他非常喜欢的空间底子，很简约清新，但是它其实还有其他喜欢的元素，像是蓝色、金色、白色大理石跟透明，比较轻奢华跟海洋的感觉。所以我发现，其实吊灯、寝具组，还有一些小小的收纳装饰品，还蛮适合结合在这个空间的。你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吊灯，它就是使用透明款式加上金色的元素。整个空间我觉得这个灯具是一个非常好的点缀，有点小轻奢，但是又不会抢走很清爽底子的风采。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布置吧。在衣帽挂钩这个区域呢，我拿了一件他的衣服来挂。这件超适合的。其实我觉得家里啊，或者说房间里挂了衣帽挂钩，它不仅仅是收纳功能，它有时候也是一个视觉上的展示。比如说你买了一件你觉得很好看的衣服，又适合你的空间还有个人风格，你这样子单单一件，然后买一个适合的衣架挂在这角落，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画面哦。这些就是书桌区的 deco 品。那除了木头跟白色元素之外，其实我也挑了一些蓝色的，就是这个花瓶，然后依照这个花瓶画了一幅画作。这幅也会在我们商城上贩售哦。在植物的话，这边摆了一颗主角，它是佛手玉，听说它非常的好养。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垂钓式的，这你看最近新出的，我觉得颜色还蛮好看的。然后它们是假植物，在四周做一点点的点缀。看，不觉得超搭的吗？完全一样。因为我就是看着它画的，还有一点你看干刷的质感。欢迎大家到 Lofi Warehouse 上面浏览。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用把画作摆在层架上面，你可以挂在层架上面的墙壁上，我觉得这样会蛮好看的。而且你的层架上可以放更多东西，再加一个植物做点缀。你要好好活着。这书桌刚好提到是化妆间看书的地方，那它本身是从事财务相关的，平常可能也会需要看点书、考个证照，所以呢，这个区域是给它放一些文具用品，然后这个区域呢是放化妆品，可以看一下，它可以变成镜子，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收纳一些瓶瓶罐罐。每个人都有自己收藏的癖好。
然后这位屋主呢，他有非常大量的手表跟香水。我原本以为他可能就手表5支，香水可能5、6瓶，但不是。大家看一下。我刚刚这边乱摆，因为我等一下要展示到外面。很羡慕哎，你看这是 Jo Malone 限量款。那为了让香水跟手表可以被展示出来，所以我还是买了一些符合他风格喜好的收纳盒，还有一些收纳盘子。像这个贝壳，我觉得它很适合海洋风，它在Zara Home买的，这是我这次买到我觉得很棒的。它有一点那种反光，它不同角度会是不同的颜色。然后打开来之后，底下是镜面，在 Pinko 与木喜生活买的。陈列的方式我觉得不要满。好，比如说以这边来说，同系列的为主，同系列同颜色，这样子比较不会杂乱。然后再摆一点黑色小罐一点的。通常手表的盒子里面都会有这些海绵啊或软垫，我觉得它们其实可以一起被展示出来，这样才能让手表是挺起来的。一样，我觉得不用摆满，我们就摆3只手表，它平常也可以定期做更换，陈列出它最近想要看到的手表款式。那这个空间呢，我要画2幅画作，其中一幅有这么大，50乘70公分。我这次想要画的主题是海洋，好像还可以再取个更好的名字，我再想想看。那这幅画作后续也可以买得到哦，只要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点我们 Lofi Warehouse 的商城，你就可以在商城上面浏览到这幅画作。这次呢，也要用比较不同的手法来画。用刮刀，在美术行你可以买到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你就挑选一个你喜欢的，选择颜料，将颜料刮开，用画笔修饰，精美画作完成。完成了，我自己很满意。我觉得它可以列入我最满意的画作前3名。整体在画画的过程中，我觉得很疗愈，因为用刮刀啊，这样子刮来刮去，很像在做蛋糕的感觉。在吊灯旁边这面空白的墙，我就要挂上刚刚画好的海洋画作。可以。那接下来这4个系统柜是开放的，那会这样子做设计呢，是因为我希望这一块不要有门，会比较有呼吸感。你懂吗？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如果都是门的话，我觉得会很压迫跟很死板，所以适时的保留一些开放式的空间，然后这边去用收纳盒、垂钓植物跟他自己的书籍做装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弄床的区域，那整个底子一样，我们来用白色的为主，这样子才会看起来比较简单明亮。那我们用蓝色的抱枕来点缀蓝色的元素。最后这颗，这是屋主的敲碗，我差点忘记他这个愿望。然后我是前几天紧急购买我们的抱枕，这好像快绝版了，所以我不确定现在买不买得到，要买要快哦。那到时候再把床架位移滑动的时候，其实不用担心刮伤地板，因为这床架本身它就有附圆圆的垫子粘在它的脚的下面，所以滑动的话，蛮容易，也蛮轻松的，女生也可以。还是我不是女生？你有33斤，可能我力气比较大一点。好，到了挂衣服的时间，把衣服全部挂上去。最后到这个区域也是非常的客制化。那时候在咨询的时候，有跟他聊到说，你有什么兴趣跟爱好？其中一个是看电影，他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那时候我就提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在房间买一个投影机，然后投在一面白墙上看电影？他觉得这个 idea 很好，所以呢就特别留了这一面白墙。等一下我会预留一个长方形，在周围用一些灯串去做装点，下方会陈列一些比较低矮的装饰品，让他未来可以把投影机架在床的旁边，坐在床上看着这面墙，去享受居家电影院的氛围。这个区域的陈列也会摆一些他的香水还有手表。
珊珊，你在干嘛？我在擦地。我刚也把里面所有的格子都擦过一次。灰姑山。灰姑鸡。没有那么轻松。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出去。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还准备了投影机，然后投影在正面墙。我等一下就要带他们进来，直接体验入住的感觉如何。我要开门喽！哇！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哎啊！来，摄影师后退。有啊，你的最爱耶！一开始最想问你们的就是，当初怎么会想来找我们改造呢？我先看到他，我先看到我先看到 YouTube， 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看这个改造的好棒哦，北欧风。原本是小粉丝，就在看你们的那个影片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我的房间也用了10几年了，然后东西又很多，然后就想要换一个空间跟一个心境，因为你们每次改造的风格我都很喜欢。真正在跟我咨询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就觉得我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吗？没有，要先说我们第一眼的感觉是，你跟室友都很瘦，本人很瘦，是不是？是不是？是。影片角度有时候，好像有一点抓的没有很准这样子。谢谢，我很开心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就是很用心，就是先找到客人喜欢的感觉，然后再去客制化，我觉得很棒。房间完全就是我要的风格。觉得改观，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设计师就是帮你把空间抓出来，收纳抓出来。然后现在整个进来的感觉就是，哇，所谓的风格设计师真的是不一样哎。整个改造的其实是一个氛围，真的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啦，对，是一个理性。真的。谢谢你们，不会，谢谢，我们超爱的，超喜欢的，很棒。又一次的小平数大改造。其实这次在做完提案的那一刹那，心情是非常爽、很满足的。因为在这样子的风水考量跟格局的限制之下，其实蛮绞尽脑汁的要想到又符合动线又符合他需求的方式。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风水限制，我才可以想到这样子的格局。所以这次的改造，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最后呢，要问大家问题。但我这次真的想不到可以问大家什么问题耶，因为毕竟过去每一支影片都绞尽脑汁想过了。那不如这次大家来问我问题好了，一方面为我们的100万订阅客户做准备，怎么样？我说还没拜。那牙边在干什么？牙边。好，那大家在下方留言，然后给牙边很多的 Q&A 内容，让我们可以快速的为大家拍50万 Q&A 影片吧。那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现在你在干嘛？我在吃我的晚餐，是伊娃的妈妈煮给我吃的，好幸福。